闺蜜请我去当伴娘，接亲时，伴郎们踹烂了门，直接往里扔了几个烟雾弹，闺蜜被熏得干呕，化妆品和衣服都脏了。我劝她取消婚礼，她也哭着说不嫁了。可一转头，她就和新郎重归于好，不仅要继续婚礼，甚至放任着伴郎团对我恶俗婚闹。事后她不仅帮着掩盖证据，还求我不要报警，男友也因此和我分手。我抑郁跳河，在睁眼却回到了婚闹这天。这次我绝不会再多管闲事。看着屋子里喜庆的布置，还是她出嫁前一天，我亲手帮她打的气球，贴了喜字，地上还零零散散掉了3、4个小红包。若若，快点带我出去！身后传来余霞的声音，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，似乎是有人抱住了我的腿。回过头一看，果然是他，我反射性的一脚就将他给狠狠踢开了。余霞脸上的妆原本是早上5点就起来化好的，精致且厚重，如今被这黄黑色的烟雾弹一熏，流出眼泪，又用手捂着嘴，整张脸在烟雾中像是墓里刚爬出来的女鬼一样吓人。他似乎也被我这一脚给踢懵了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趴在床上继续干呕起来。婚鞋早就被藏起来了，所以此刻他根本没办法下床。我趁机逃到门边，使劲呼吸了几口空气，活着的感觉可真好，老天有眼，竟然让我重生回到这改变命运的一天。此刻卧室的门已经被踹烂了，门板歪歪斜斜地挡住了出口，伴随着外面的笑声和起哄声，新郎齐浩拉住门，把手使劲往外一拽，门板轰的一声彻底被卸了下来。外面的伴郎团顿时拍起手来，浩哥真是太帅了，哇哦，浩哥威武，走，快点把新娘子抢出来，抢新娘，抢新娘！一群人风风火火挤了进来，我赶紧又退后躲到一边，惊魂未定的看着眼前这场闹剧。哦，这是烟雾弹还是臭屁弹啊？太难闷了吧，虚了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王俊川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哎，启哥，要不是我，还不知道要在多少红包才进得来呢，你要谢谢我才对。别说了，走走走，都先出去。新郎启浩扔下手中的手捧花，一把将床上余霞抱起了起来，一直抱到外面的沙发上。有人去打开了窗户，风进了屋子里，黄烟这才慢慢散去。我看到了那边的另一个伴娘，她是余霞的同事方慧，性格胆小又懦弱，躲在墙角从头到尾都不敢说话，此刻也是眼泪汪汪的样子，似乎被吓到了。我只是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，直接走了出去。余霞一看到我，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哭着质问，呜呜，若若，你刚刚为什么要踢开我？我脸色尴尬的将她拉到一边，顺手拿起桌上的小镜子给她看，小霞，对不起，可是你这样太吓人了，我刚刚也是不小心。余霞看到了镜子里她哭花的脸，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刚刚众人出来后，看到她的脸反应有点不太对劲，她眼睫毛掉了一半，耷落在眼皮上，眼妆全晕开了，脸颊上更是黑一块白一块红一块的。余霞尖叫一声，再顾不上我，化妆师呢？客厅里，余霞这边的亲朋都有些看不过眼，正和伴郎团理论，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为什么要扔烟雾弹？就是啊，好好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，门都砸烂了。余霞的爸爸脸色阴沉着不说话，他妈妈也是紧紧皱着眉头，就又不好在大喜这天直接斥责齐浩。王俊川第一个站出来，那还不是因为里面的伴娘不开门，一直要红包吗？其他人立马帮腔，是啊，叔叔阿姨别生气，结婚就是要闹一闹，看着气氛多好啊，大家就是图跟热闹好玩。齐浩满脸歉意，赶紧把余霞拉过来，小霞，你还好吧？快帮着说句话呀。我在旁边看着齐浩这样，心里暗自骂离去，没担当的温暖费。没想到余霞却突然转头来看我，带着哭腔问道，若若，我的妆全废了，怎么办啊？前世的这个时候，我将狼狈的余霞护在了身后，大声替她骂了伴郎团一顿，结婚有这么闹的吗？把别人家里弄得乌烟瘴气，我看是只有你们觉得开心吧，知不知道浓烟会把人熏出问题啊？你就放任你这群兄弟这么欺负你媳妇，夫妻一体，小霞被整成这样，在外打的也是你的脸，一通输出下来，伴郎团感觉到落了面子，个个脸色也不好看起来。王俊川用手指着我骂，还不是你自私，拦着门一直要红包，人嫂子都没说什么，你算哪根葱？别以为我不敢打你，哟，打呀，你敢打我就敢报警。我冷笑着，直接掏出刚刚地上捡起来的红包，一个红包撒了2块钱，一共就丢了几个进来，我缺你这是块8块的。看王俊川憋得脸红脖子粗的，气得想要动手，大家急忙把我俩隔开了，我不再管他们，到厕所去帮雨霞把妆给卸了。看着她一直流眼泪，唯有气又心疼。小霞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个齐浩不靠谱，之前还专门叮嘱过，不能昏倒。齐浩答应的好好的，发誓说绝对不会有问题。结果呢，哪有伴郎带着烟雾弹来接亲的？齐浩也不管。小霞，你真的还要嫁给他吗？余霞抱住了我，若若，对不起，我早该听你的，跟他分手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他们把我弄成这样，我还要找他们赔我的衣服钱、化妆钱。看着余霞智能起来的样子，我埋怨欣慰，也鼓励他会陪他一起讨个公道。余霞也是站了起来，出去拉着齐浩要跟他单独理论，可是等10几分钟以后，他们从房间里出来，竟然又恢复到了亲密的姿态。余霞红着脸故意埋怨起来，若若还在生气呢。齐浩立马又塞了2个小红包过来，一脸真诚的道歉，林思若，今天是我们有些事的分寸，我跟你道歉，行不行？旁边的王俊川满脸冷笑，阴阳怪气的说，都说闺蜜是小丈母娘，真难伺候。余霞走过来，表情有点心虚，若若，今天要是不结婚，我爸妈的脸都丢尽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头再说好吗？那时的我就像拖的苍蝇一样难受，仿佛从头到尾是我在闹事一样，可看在6年的闺蜜情分上，我忍得下来。
金生在看满脸泪水的余霞，我走上前，表情诚恳，小霞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要计较这些了，赶紧把妆补补，别耽搁了吉时。余霞一脸震惊，似乎没反应过来，我这次竟然如此平静，她立马又哭诉起来，弱了，你之前不是说绝不能昏倒吗？而且我衣服也脏了呀，这婚还怎么结？仔细一看，她原本红色精致的绣和服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黑字，有一处还被挂破了，掉了几颗装饰的珍珠。我不认同的打断她的话，小霞，大家都是看得起你和齐浩，才会来帮忙接亲的，别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反正待会都要换婚纱的呀，你可不能在这时候闹小情绪。再说，双方的亲戚朋友都往酒店去了，真不结婚，你爸妈的面子都丢尽了。我用前世余霞说的话来堵他，他反而犹豫了起来。当时伴男团看我帮着他们说话，还笑着夸我明事理，齐豪也向我投来个惊讶却感激的目光。余霞的爸妈虽然脸色依旧不好看，但就像我话里说的，为了面子也不可能终止这场婚宴。化妆师急忙帮余霞重新上妆，她坐在镜子面前，忍不住又开口问，若若，你真的觉得我还要嫁给7号吗？他今天只顾着他那群兄弟，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帮我说过，我以后要怎么依靠他？我一脸正色，若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忘了平时齐浩有多疼你吗？再说了，大喜的日子，难道非得弄得大家吵架闹僵，不可收拾吗？我看齐浩情绪稳定，人缘又好，你别再瞎想了。见我不帮他说话，余霞一脸委屈，还想要继续抱怨，我却直接以上厕所为借口出了门。门外，齐浩靠边等着，我叹了口气，主动上前，齐浩，小霞还有些不开心，你待会记得安慰一下她。齐浩表情有些无奈的点点头，思若，谢谢你。我微微一笑，还帮着把婚鞋直接找了出来，没有再进房里。婚礼如同前世那般，还是到点举办了。台上的司仪正对着7号问出那句经典台词，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余霞小姐为妻？无论瞬间逆境，无论健康疾病，你都会照顾她，爱护她，终身不离不弃。7号对着话筒大声喊道，我愿意。余霞则是一脸感动的看着他，眼中泪光隐隐，显然已经忘记了昏倒的不愉快。底下的亲朋好友都齐齐鼓掌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他们交换的戒指拥吻在一起。我使劲拍着手，衷心祝福着余霞、齐浩，你们一定要百年好合，锁死在一起。我倒要看看，今生没了我的阻拦，你们究竟能不能幸福美满。仪式完成后，到了敬酒的环节，齐浩那群兄弟又开始作妖了。齐浩和雨霞都不喜欢吃香菜，然而王俊川他们却故意带了一瓶香菜汁，一定要他们喝交杯。前世是我看不过眼，帮着拦了下来，为此被王俊川他们更加记恨。他们还故意当着众人调侃，这位伴娘劝分了800次，现在还有脸来喝喜酒呢，今生我当然不管，笑着一起起哄。余霞不想喝，王俊川立马唏嘘起来，哟，不就是一杯香菜汁嘛，浩哥，看来嫂子不听你的话呀。其后放下面子，最终劝了雨霞跟他一起喝了下去。雨霞刚喝完，就冲到厕所去吐了。我冷冷的看着他满脸痛苦，反而劝他不要计较，大家只是想开心开心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他不好对我发脾气，看着我心情舒畅。接下来的环节里便顺利多了。宴席结束后，宾客们都到棋牌室去娱乐和休息，一部分人渐渐走了，还有一部分人会留下来吃晚餐。我知道今晚还有一场事要扛，9点左右，这些兄弟朋友们就要到新房里去闹洞房。前时我骂过王俊川他们一直怀恨在心，到了闹洞房的时候，他们4、5个人把我关到次卧，说要玩游戏，跌了。而余霞和齐浩2个人就在旁边的主卧里休息，对我的哭喊声不闻不问。另一个伴娘方慧啪闹到他头上，悄悄跑了。事后更是因为害怕，配合他们说根本没有闹过伴娘，这辈子我要让这些人为他们的行为统统付出代价。如我预料的那样，晚上酒足饭饱后，大家就提议去新房里闹洞房。这时我和伴团没闹出什么矛盾，还帮着他们说话，因此他们也没有想着要针对我做什么的样子。我表面轻松，手却是死死握着手机，手心里都出了汗。前世那种被压住的恐惧，让我之间还心有余悸。这次到了新房那边，余霞和齐浩都没能逃过被闹，他们在床边放水盆，上面飘着一些桂圆和花生，规定不能用手喂给对方吃，这倒没什么，只是弄得满脸水，可水下竟然还放着硬币。齐浩很受无奈，你们这是要我喝光整盆水啊？王俊川笑得肚子疼，游戏完不成，那可是有惩罚的。众人都在起哄，我却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把另一个手机放在了4我角落藏好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日常还会带着一个工作机，此刻就派上用场。如果他们还想做那些恶心的事情，这辈子就能录下证据。主卧那边，余霞和齐浩已经开始求饶了，因为王俊川他们提出的惩罚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也不过，我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，算了，新郎新娘晚上还要留着体力做正事，那就让伴娘来帮忙吧。我在外面听到这句话，心道不好，立马冲进厕所，把门反锁起来。不是我不想跑，而是有人正好在大门边抽烟。余霞他们此刻也发现我不在，也走出房间，开始叫我的名字，若若，你在哪呢？有个男人的声音笑着问，嫂子，白天就想问你了，你这闺蜜长得这么好看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哎呀，若若这么优秀，当然有了啊，可惜了。另一个人起哄到有男朋友又没有结婚，就是待会你们接触，说不定人家小姑娘觉得你比她男朋友好呢。哈哈，没想到这些人早就盯上我了。我在厕所里听到他们这些恶心的话，发回白眼，把手腕上的手链剪下来放到了台子上。余霞很快发现厕所里有人，她敲了敲门，若若，是你在厕所吗？
快出来呀！我没办法，只能说，小霞，我肚子疼，你们先玩你们的。厕所门毛玻璃上印出了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似乎是一个男人贴在上面。没声呀，哟，我看这是明明就是躲起来了吧，哈哈，躲起来才好玩呢。嫂子，后面的声音我听不到，大概是在说悄悄话。没一会儿，门口处直接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下一秒，余霞直接把门给打开了，我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如果我真的在上厕所，岂不是都被看到了？门外的余霞笑了起来，若若，你还真是躲在这里，快出来，大家一起玩游戏。然而下一秒，他惊恐地退后了一步，若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转过头，脖子和脸上起了不少红疹，密密麻麻的，原本姣好的面容都显得有些可怕，其他人也看到了，都惊呼出声，天啊，好丑，吓到我了，咦，好恶心啊，不会传染吧？大家都开始往后退，我一脸的苦涩，小霞，我可能是吃了什么过敏了，肚子真的不舒服，我要到医院去一趟。余霞这下也不敢拦着我了，只能像真心关心了几句，就放我出去了。我立马坐电梯下了楼，从包里掏出水和过敏药吃了下去，吃了药，没会儿我就觉得身上没那么不舒服了。我对下过敏，就是防着他们昏闹，我就掐着点晚上吃了一些，找了个合适的地方，我坐着打开手机视频通话的界面，心中就是一紧，像前世那样，王俊川几个人正强行把另外的一个伴娘方慧拉进次屋，我赶紧把声音调大，点下录屏，哪怕已经逃离现场，此刻我还是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，连呼吸也屏住了。视频中几个伴郎笑容猥琐，他们拥挤在一起，完全遮挡住了方慧的身影。方慧哭着大喊余霞的名字，却根本没有人理会她，倒是让几个男人都哄笑起来。王俊川笑着拿了一颗桂圆来说是要玩找桂圆的游戏。一瞬间，我仿佛也回忆起当时的那种绝望，那种恨不得立马拉上所有人去死的羞愤，让我死死握住了拳头。尽管方慧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但同为女性，我也不忍看到她继续遭受痛苦，所以我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吗？我要举报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余霞和启浩当然是不会承认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的，都是误会。四货里传出方慧哭闹的声音，警察一脸严肃，去把门打开，我也趁机跑回来，装作惊讶的样子问小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警察来了？我的手链好像忘在厕所了，我是回来拿手链的，不等于瞎说话。方慧突然从次窝里哭着跑了出来，她衣领被撕坏了，脸颊上还有被打过的红痕，我装作被吓了一跳的样子，立马闪到一边。王俊川他们也出来了，有人甚至还在提裤子，全都慌慌张张的，显然也是听到了外面警察的声音。这下无论余霞和齐浩如何解释，一群人还是要去警察局一趟。王俊川那些人看到警察后早就怂了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借机把手链和手机都悄悄拿了回来，装进了包包里，问清楚事情的前后经过。警察当然对他们进行了斥责，但是最后不知道是如何调解的，方辉最终没有追究王俊川他们的责任。我猜想，大概是方慧也害怕后续继续遭到骚扰，或者闹大了对自己的名声会有损害，可前世他们欠我一条命，我当然不会就此放过，所以我把当天的视频卖给了新闻媒体。第二天，那些恶俗的昏倒场景就冲上了热搜，不仅有王俊川他们闹伴娘的视频，还有别人拍下的伴郎团扔烟雾弹的视频，全都销毁了一把。评论区里，无数人将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一开始，大家还很同情余霞，新娘对熏的干呕，真可怜呀。是啊，早上起来化的妆，租的衣服，这下全毁了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。要是我的婚礼有谁敢这样闹，那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可是等大家发现，不仅婚礼如期举行，大娘还被恶俗昏倒之后，评论区的风向立马变了。新娘都不生气，我生什么气？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，麻烦锁死好吗？大娘小姐姐太可怜了吧，这不是昏倒好吗？这就是猥亵。神通广大的网友们当即就挖出了新郎新娘是齐浩和雨霞两个人，并开始对他们疯狂辱骂。雨霞评论里就喜欢发些带美颜的短视频，账号里还记录了即将新婚的喜悦，这下评论区全都是一片骂声。齐浩就更惨了，他的账号里发的都是一些公司的内容，此刻不仅齐浩自己的账号沦陷，就连他的公司都跟着风评一路下滑，不少网友还劝出公安的账号，要求惩治王俊川等人。我看得心中畅快无比，直呼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。事情到大了，我的男朋友秦宏文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一下班就找到我，若若，那天你回来的那么晚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碰过你？我冷眼看着他，并不说话。我这样，秦宏文更着急了，你说话呀，若若，是不是那天你也被欺负了？都让你不要去当伴娘，你非不听，走，跟我去医院检查。我站起来，直接甩开他的手，我要去医院检查什么？秦宏伟脸色十分难看，他似乎有些难以启齿的样子。我不去，我直接说，为什么不去？你心虚了吗？心虚？我心虚什么？我都看到网上的视频了，那些人那么过分，你又长得漂亮，他们弱肉，你就实话跟我说，他们是不是也对你做了过分的事情？你还干净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扬起手，他一声甩的钱宏文一巴掌。我没有被怎么样，那天早就提前走了，你不用怀疑我的清白。秦宏文，我们分手吧。前世知道我被委屈后，秦宏文变成一脸嫌弃，果断跟我说了分手。这样的男人，我这辈子当然也不会继续留着他。而秦宏文先是被这一巴掌给打懵了，又听到我说分手的事情，恼羞成怒。林思若，你疯了吗？既然你没事，那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当然有权利要知道真相。平时你都不准我碰你，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又凭什么让我忍气吞声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开始收拾他的东西。我说了，我要跟你分手，房子是我租的，请你马上搬出去。见我来真的，他有些慌了，弱了，我是担心你呀。
是我说错了话，你别生气行吗？可我根本不管他，直接把他的行李箱丢到了门外。秦洪文一直拍门叫我的名字，但时间久了，也许是觉得丢脸，放几句狠话就走了。我一个人无力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回想着这些事情，不自觉地流下泪。林思路，没事了，都没事了，我轻声安慰着自己。但是事情却还没有完，这次我一定要让欺负我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